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7月30日11点40分，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本频道讲的是标准化交易。还有上期视频抱歉，我没有检查我的视频是静音状态，可能是麦克调整有失误所以说声抱歉。上期视频是哑剧。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是基准的日线完目前还是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在这儿纠缠状态。如果纠缠的时间越长，横盘，反而后市看好还是继续向上，所以长期上升通道说了1年多了，估计都有。只要这个下沿不破，那么好，我们就是继续看多逢低买入。现在的止损位我们可以抬高到将近11.2万这个位置大概齐。只要这个位置不破，我们就继续做多。然后整体成交量呢还是缩量，完了泡菜指数稍稍有一点抬头，但不重要相对强弱指数它有一个回调。综合看，后市还是看多为主还是看多为主。然后我们看一下上期视频的黄金，上期是哑剧，所以大家伙儿可能也没听到。我之前看的是三角震荡，三角震荡过后继续向上，但是它下沿破位了破位以后它现在在纠缠。那目前可以进场的点位就是在这个附近也就是3340这个附近。这个附近通常是什么？如果它不是三角震荡的话，回踩确认以后继续向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如果这是假突破，它还是有继续上攻的可能。然后通常三角震荡我们画的不是画它有很多时候它只是大概的这个形状，它不是能严丝合缝画到一块去一条线上如果它这个位置现在有这个连续的底背离，那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说它有可能继续向上，它只是个回调，完了整体成交量也是缩量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非常尴尬纠结。之前多单都止损掉了完现在要不要开单？如果你的杠杆比率很低，你可以开单，然后干嘛？把这个止损位放在3300附近，可以做多。但是我们看的是后续这么大的预期你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认这部分的可能的亏损，那你就可以继续做多，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可以开单开仓但如果你忍受不了这部分的有可能的亏损的话，你就还是要继续等再等。现在这几个低点连起来，它就是纠缠在这个下沿上如果这个下沿突破站上去，那你也可以怎么样？把止损位放在这个附近，然后继续做多，也就是之前我们放的止损位这个线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跟纳斯达克100基本上是成反比的可以看一下它在跌，
这个时候它是一直在涨，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状态啊。但是纳斯达克呢，它屡破新高，继续往上走多少都是它啊。一旦趋势形成，它轻易不会拐头，然后上方没有任何阻力，所以这个时候主力不是那个主力位的主力啊，我说的是大手主力们，他想推到哪儿都是他啊。所以说市场瞬息万变，市场没法确定一定涨一定跌，我们能做的只有什么？止损位，把握进场点，好的进场时机，然后确定我们能亏损的那部分，我们只能确定什么？最大限度的我能挨打多长时间，然后消耗多少子弹，然后一旦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方向起来了，迅速把止损位抬高，至少保证你不亏损，然后继续慢慢等，把后续的利润奔跑起来，这个才是标准化交易该追求的东西啊。这些理论上明白了，你心理上把控好，克制好自己，那你就能慢慢稳稳的盈利啊，长期就是稳定盈利。那这种情况最终你的胜率不会高，但是你的盈亏比会非常好啊，你的胜率可能也就在50%、60%，甚至更低都有可能。但举个最简单的算术例子啊，你可能每单都亏1块钱、2块钱，但你一赚你就赚10块、8块、7块，盈亏比非常好，所以你即便是胜率低也能赚到钱，因为你的盈亏比好。大多数人都是追求我的胜率高了就能赚钱，实际上不是啊，你连续赚1块、2块、3块、1块、2块、3块，完了最终一下子赔10块，你胜率高一点用都没有，整体你还是亏的。甚至极端的情况下，你赚了90%以上的胜率，一直赚着小钱小利润，但一下子巨亏，整个腰斩甚至爆仓。尤其是杠杆合约啊，期货市场。所以大家伙儿要明白，你是要追求胜率，还是要真正的追求盈利，也就是盈亏比是关键啊。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